香老板，香老板，你进来吧，我在里面。香，冒犯了。臧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。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，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，说来听听。我想要除掉一个人，需要香老板的帮助。是哪个不长眼的得罪了我们臧大人？不是他得罪了我，而是我得罪了他。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，都尉司千户陆晋。你跟曹敬贤是什么关系？我与曹公公只是在不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，但他却派陆晋来杀我。我觉得你在说谎。此事千真万确，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，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。若香老板能查明原因，在下感激不尽。也是，曹敬贤要杀人，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。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，偏要来诊楼寻求帮助？侯爷虽然器重我，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。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，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！这个陆晋，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，也总是为难我们，确实该死。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。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，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？香老板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？这个我还没想好，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我的钱已经够多了，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。那在下能做什么？过来，替我木发。你想让我帮你，又不拿出诚意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回去吧。你很熟练吗？小时候，帮我母亲木过。在这京城里，你招惹谁都可以，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。你看我枕楼，就算是说书，何时说过曹公公？先帝和太后也没少说。枕楼苦场未久矣，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，那也是痛快极了。只不过，要是陆晋死了，曹敬贤恐怕会更忌罕你。你放心，我早已经有了计划，只是我不会武功，不能亲自动手。好吧，若是我帮了你这次，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。光凭木发可是还不清的。那，香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？
我还没想好，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。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，你可不许拖欠。一言为定。不过，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，我要模仿他的字迹。没问题。这是我的一份心意。没有银楼的标号，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手艺不精，让肖老板见笑了。臧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，这图花雕得不错。陆晋的死，曹敬贤看出端倪了吗？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，倒也不敢做什么。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，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。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？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当然，全听香老板的。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，你有约了吗？那你陪我出去玩。在中元节？你怕鬼啊？倒也不是，只是这样，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。没事。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，银子越还越少，人情可是越还越多。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侯爷，您看，这些云聚在一起，像不像一只瑞兔？江海啊，今日正逢中元节，有这样的天象，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？回侯爷，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，颇有几分特别。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，只和星月与时令相关，风云万变，仅凭这个，小人也不敢妄言。
孩子，看够了没有？还不快上来！坐。打扮的还挺精神。今晚是7月半，是你的节日。我的节日？我又没死，为什么是我的节日？穷鬼也是鬼嘛。那香老板呢？我孤魂野鬼。香老板坐拥枕楼，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，还会觉得孤单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它枕楼吗？高枕无忧。聪明。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，烦恼都留给了我。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。枕楼还是太小了，要是能有个1000座、10000座，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。香小姐说的对。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？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、香老板的叫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，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。随你便，臧公子。她美吗？美。那她美还是我美？自然是香小姐更美。那我美在哪儿？香小姐眉若细雨，眼似星河，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。那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？回答不上来了。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？咱们俩只要见面，可总没好事啊。谁说没好事啊？我觉得有趣的很，不是吗？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！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香小姐竟有10000个亲人故去了？我怎么会这样想？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？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？因为我有钱。看得出来很有钱了。我听说，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，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。那你也写吧。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。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。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。
你听，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此处甚是安静。安静就对了，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。你躺下，那么拘谨干嘛？这椅子舒服吗？舒服极了。呆子，藏海，你那么会看鱼，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？你看，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，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，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哎，你看，你看那几颗星星，哪几个？那几颗，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？小嘴，不像啊。有一点点。不过你说的这4颗星呢，叫基宿，旁边是尾宿，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。我觉得不像龙尾。哎，你再看那几颗哪几个？啊，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？你笑什么？不像啊？像。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，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宿，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，是吧？那这么说来，我也会看星象，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。不过你看啊，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，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。美人虽然珠宝在身，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。泪水。那她为什么哭了？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，终其一生都不快乐。她在异乡等啊等，等了一辈子，也没人接她回家。那她远在家乡的亲人，一定很思念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她的眼泪流干了，她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。八公子的戏本，不会是你编的吧？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，也不止你一个。
鸡心好风，碧心好雨。月之从心，天降甘霖呐！中州久旱之地，终于要降雨了，大吉呀！月离雨毕，彼滂沱矣。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？回大人，工部的水文汇报，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，3年没有降雨，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。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，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，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。大人，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，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。除了中州的旱情，天上地下一片安宁。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，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！青天剑报喜，必有后赏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！中州旱了那么久，终于要下雨了。我家就在那边，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呀！哎，这位小哥，你是中州人，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中州旱得厉害，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一圈亮亮的影子，邪乎的很呢。是啊，终于有雨了。是。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钦天监发榜一事？本侯听说了，钦天监报，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，解久旱之苦。看来昨日的祥云确是吉兆。臧海，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。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，但小人心中有疑虑，想禀报侯爷。说。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。中州虽然会下雨，但并非急雨，而是凶雨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小人昨夜观星，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，但是这雨来得难，去得也难。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，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，日环主涝，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，最终成汛冲毁堤坝，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。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，白云彩霞，聚散离合，都只是巧合而已，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。此话当真？小人愿以性命担保。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，疏散民众，夯实堤坝，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。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？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，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。侯爷，这皇上此刻正高兴着，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。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，万一你算错了，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？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，也和本侯无关。那中州的百姓，那也是他们的命。此事不许再提，下去吧。是。拖欠租金，区区几个小钱，
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？中士所言极是，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，是墨刀。我大唐军中墨刀，淬火金两，锐不可当，依唐律，不得私藏倒卖。可经屋主证实，8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，本官查出的这一批，就有墨刀100把，幅员弩80副。顾船主，我想请问你，一个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，可以销往何处呢？既然说王立德出海，狄明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，何必跑来扫中使的雅兴？在下已经说过了，从未雇过这么一号牙人。哎，顾船主，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牙人，这证据何在啊？娘子，别听。意思是，根据市舶使的告示，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，码头上有个油灰铺子，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，上月购买油灰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。油灰，防水止漏。正是。这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，也有暗船，这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。狄明府，码头归我市舶使管，每一条船收1成的税。你说有明有暗，是告我失职喽？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，又说船不在市舶使的告示上，那岂不是成了鬼船？顾船主，如果你手下的牙人贩卖刀弩，那可是谋反。小人冤枉，请中使明鉴。意思是，狄明府说市舶使漏税啊，这非同小可，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。本官初到蓬莱，有些困倦了。我看这件事，不如从长计议吧。中使，此案事关重大，可否请顾船主留下，容我问个清楚？听狄明府的意思是怕本官护佑他二人。不敢。兄，你快看！疯子，别动！别动！天家兄弟，咱们干什么？天家兄弟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误会！明府，救命啊！明府，救命啊！住手！明府，收边去啊！狄明府，你的人。二人确实是咸阳公差。那这些是？这些是顾船主。狄仁杰，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，要诬陷本官受贿吗？下官绝无此意。旁人退下。部队，狄仁杰，接旨。往后一旨。
狄仁杰，据查，近日有100骑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，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，扰乱市集，图谋不轨。限你1月查清此案，逾期未破，与私贩黄金者同罪。有艘船，看那边！看那边，过来了！你看那边，船上好像没人，这是鬼船吧？走过去看看。越来越近了。船上好像没有人啊！真的没人！鬼船！这个鬼船奇怪呀！这船快掉过来了！送仔细了，这边没有。这个箱子来了，他给我仔细的找，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，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来了。刘中使奉旨办案，昨天晚上，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和意思是一，转足他俩的好处。你可倒把他的好事给坏了。昨晚真是意外，我疯了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小心行事。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，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，轻则降职，重则流放。你不能再惹事了，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。知道了。李司事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刘中使，下官来了，下官来了。回禀刘中使，这条船诡异得很，确实是条鬼船。有这种怪事？船舱查了吗？看了，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，住的用具也都在。伙房里面还有米和面。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，杀了船员，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。但是刀痕、剑痕都没有。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？那船上的货物呢？就是些毛皮、草药，不值几个钱。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运来的？那就难说了。讲。漠河国、百济、新罗、丹罗国、倭国都产这些东西。看这船的样式，分明是我大唐海船。我自幼在海边长大，这骗不了我。回中使，
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。怪了，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，这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，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啊？啊！来，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看，这识得吗？这就是2个金子。可有什么区别？一粒是沙金，一粒是百济金。狄明府好眼力。沙金产自河流，都有杂质，便是这一粒。另一粒色泽细腻，若是未经过提纯，必是产自山脉。据说百济有矿脉，其金子状如蚕豆，便是另一粒。刘中史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，请让本官上船勘验。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，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？侯夫郎，你以为呢？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。谢刘中使，侯夫郎。皇后叫你查走私，意思是和顾川主明明都知道百济金，却在那装傻充愣，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逞强出头。刘中使是带着密旨来的，这边没有，我能躲得掉吗？这个箱子来了，那边看一看，把这个打开。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刘伯，这是干什么用的呀？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。你看，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，被砍断了之后，砸下来，滚到了那儿。之前就放在这儿，都记下来。明府，他们还带了蘑菇来船上。不是带来的，这蘑菇是长出来的，长成这样，至少30天。熬掉出事的时间，这船大概是在20天前驶来的蓬莱。20出发，那他们的出发国应该不是漠河国，也不是倭国，他们应该去的是丹罗国或百济。向渔民打听过了，百济金。米桶怎么会放在这么一个漏水的地方？这都已经发霉了。帮我。
就任。禀府，玉素娘子带到了。见过各位官家。免礼。请开始问吧。 성함이 어떻게 되세요? 어디에서 오신 거예요? 저 백제 사람입니다. 백제는 탐락 신화가 해마다 전란이 지주되고 있습니다. 저 쌀떡을 잘 만들어요. 나라에 와서 장사하고 싶어요. 의리사는 제 직접 형이에요. 그냥 형 따라 배 탔는데 지금 모두 다 칼 들고 있어요. 무서웠었어요. 이것만 만들고. 가는 도중에 방향을 여러 번 바꿨는데 하얀 자기 손을 봤어요. 여기서 다 죽을 거라고 형이 너무 두려웠었어요. 그날 무슨 일이 있었는지 모르겠어요. 좀 갇혀 있었어요. 며칠 동안 갇혀 있었는데. 그런데 이튿날까지 기다렸는데 어찌해도 판자가 안 열리는 것이오. 그래서 내 마구 소리를 질렀는데 아무런 회답조차 없었다고. 等到第2天，他怎么推也推不动板子，拼了命的喊也没有人回他。如果不是被你们救了，他早就饿死了。问他可认得此人？ 이 사람을 아시나요?狄明府，别受这百济人的诓骗。从百济到蓬莱的航道上根本就没有小岛，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这个瘦子在胡说八道。他不是饿疯了，就是在故意骗人。他的话没一句可信。 여기 무신. 他在说什么？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귀한테 들었어요. 他说，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。他哥哥说，那些船员身上都有。画下来。 여기 보신 거를 그려주실 수 있어요?黑焰又出现了。是。那时你们还小，不知道，这会儿前朝余孽曾经很是嚣张，散落各地，是先帝的一大隐患。后来是哪年来着？啊，贞观14年。 剿灭颇有成效，基本剿绝，剩下的也都灭了。那次剿灭该托谁的福来着？狄明府，你的父亲狄之训功不可没呀。回中使，狄之训当年的案子早就已经平反了。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与黑焰有勾结。狄之训当年是受到威胁，才选择自尽身亡。不过，正如您所言，这销声匿迹多年的黑焰又卷土重来了。狄明府，你觉得这走私百济金的是这伙人吗？以现有证据，尚不足以得此结论。
那还不快去查？是。刘忠使是官场中人，说话难免你莫要介怀。前尘往事，不甚了了，说说无妨。只是没想到黑雁又卷入这大案。贞观14年剿灭过他们，今日一样可以。这次你我协力，一定可以。那边好像有个人。你怎么样了？口头没到。这都第5顿了，这傻小子被吃坏了。你说了，他又听不懂。反正意思是说了，喂饱他，管那么多干嘛？走。确定他是噎死的。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，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。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。谁让他这么吃的？一盘。明府，红叔，海滩上飘来一个人，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。死的活的？活的。通报刘忠使侯副郎。升堂。禀明府，此人全身腥臭无比，我们给他冲洗过了。下去吧。是。당신 혹시 백제 사람이세요? 官家，替小儿伸冤。你到底是百济人，还是我大唐的子民？小的是百济人，名叫姬撒，祖上世代和大唐做买卖，所以会说大唐的话。既如此，说说你们的船。是那个姓王的，押船牙人，杀了所有的水手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，王立德。我看见他杀人了，我就跑，他追我到甲板上，我万般无奈之下，所以才跳船的。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？一块木板。不是葫芦吗？不对，是一块木板。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，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，我每天就钓鱼，才活了下来。在海上漂了10日，匪夷所思啊！你说王立德杀人，那他为了什么？小的不敢说。为何不敢？小的怕被砍头。大胆说！刘忠使在此，定替你伸冤。那小的就说了，有一日，小的在后甲板，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，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，有1大箱。王立德还说，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就是。说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。胡扯！这是露馅！姓易的官家，血口喷人你！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，好像叫姓狄。
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。我问你，船员可是黑雁的人？什么黑雁啊？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被王立才招募来的。那不对呀，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雁。哪儿呢？官家要是不信，扒了我的衣服看。来，我给你们脱了看。成何体统？李唐，这个案子由本官接管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大哥，你认识我？上次在树林。你等等我们呀！小娘子，给脸不要脸啊！是你。你有酒吗？有。你会弹滨州小调吗？未曾学过。那随便弹个什么。接着弹。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那2个字？你再去学学滨州小调吧。
不要跟我说这种话！你给我出去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，滚！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红叔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是一个家主不喜欢的人。你阿爷是恶业，你阿爷是叛党，你再说一次试试！我说你怎么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再说我阿爷一次试试！我睡着了。也就半炷香的时间。实在是抱歉。能为冥府分忧，荣幸之至。你的曲子总是能让我心绪沉静，思路也为之而清晰了。如此甚好。这次的案子不好破。最近朝廷命官聚于此，总能听到集市上快马传令而过，就算足不出户，也能感受到暗流汹涌。想必冥府是为了此事而心烦吧？好喝。市井传闻说，此事是由一个叫黑燕的团伙。每次娘子弹琴，我就会很愉快。我还有事，告辞。冥府保重。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高太打听到，看船的士卒说这是船上闹鬼。闹鬼？我请你来陪我一起捉鬼。怀英，你莫说笑。刘中使对金桑用了刑，可这泼皮一口咬定，从市舶使到县衙都与黄金案有关。说我也，你信吗？还有，金桑跟瘦子的口供一致，都提到了那个岛。但是顾孟斌却说，蓬莱海域就没有他们口中的这个岛。冥府，快回吧，这船上闹鬼。是呀，冥府，是真的闹鬼。